哇，这真是让人瞪大眼睛的新闻！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居然捕捉到了一个刷新人类纪录的天体，科学家怀疑它的红移值可能高达25，这就好比我们正透过一台超级时光机，直接看见了宇宙诞生仅1亿年时留下的微光，就像翻开了宇宙最早的相册。今天，我们要带您走进韦伯望远镜最近几个月的成绩单，里面全是重磅发现，那种会让天文学家先揉眼睛再翻资料，最后不得不重新思考宇宙故事开头的那种。因为这台望远镜再一次把人类的视线推到认知边界之外，让我们看到了比以往更接近宇宙起点的景象，等于是往前翻开了宇宙历史中最神秘最缺页的一章。这些数据实在太出乎意料了，以至于天体物理学家不得不放下手里的旧蓝图，重新画一套。过去我们以为早期星系、早期黑洞的形成规律是怎样的，而现在看起来这些规律可能并不完整，甚至有些根本就错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慢慢拆开这些最新发现，看看它们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它们为什么会牵动整个科学界的神经，以及未来可能会由此展开的探索路线图。不过在进入细节前，我们得先弄清楚一个根本问题，为什么这件事分量这么重？这些全新的观测结果到底在挑战和改写我们原本的哪一部分认知？只有搞清楚这个背景，接下来的内容才会真正对上号。多年以来，我们对早期宇宙的认识，尤其是那个被称为宇宙黎明的神秘时段，主要是从理论推演中得来的，偶尔再拼上一些像哈勃望远镜那样从极远处捕捉到的微弱星光，就像拿几块拼图硬想象整幅画。几乎所有这些早期模型都在讲同一个故事：宇宙诞生后前4亿年，恒星和星系是慢慢冒出来的，一颗星一团光，渐渐把黑暗的宇宙点亮，而不是瞬间热闹到灯火通明。可一旦韦伯望远镜上线，故事节奏全乱了。它的画面显示，早期宇宙的星光像是一下子被点燃，好像有人突然拉闸通电，让整个舞台瞬间亮了起来。很快，科学家们意识到，原来大爆炸后的最初几百万年根本不是平静的星空萌芽期，而是一个能量汹涌、物质翻腾的混乱舞台，堪比宇宙版的青春期，活力爆棚，躁动不安。接下来，我们得先搞懂一个关键概念：红移。这可是解读古老宇宙密码的钥匙。简单来说，红移是天文学家观察遥远天体时必用的时间标尺，它能告诉我们光是在多长时间、多远距离的旅程中被拉伸的。宇宙在不断膨胀，这就像一张被拉开的橡皮布，来自远方天体的光波被越拉越长，从短短的蓝紫光一点点被拉成偏红，甚至变成看不见的红外光。红移值越大，就意味着它离我们越远，来自的年代越早。哈勃太空望远镜曾经在它的极限范围内发现过一些红移大约为11的天体，但真正通过光谱确认的最远星系，红移也只有9，换算下来，那是大爆炸后大约6亿年的画面。换句话说，我们看到的这些哈勃极限星系，其实已经是宇宙诞生6亿年后的样子。那时的宇宙虽然还年轻，但已经比诞生之初平静许多。而韦伯望远镜天生就是干这个的高手，它的眼睛专为捕捉红外光而打造，正好能看到那些原本是紫外光，但在亿万年的宇宙膨胀中被拉伸到红外波段的信号，这让它可以轻松发现比哈勃更远、更早期的发光星系，就像拥有了一副能穿越时间迷雾的超强望远镜眼镜。如今，它已经实打实地确认了至少几个红移值高达14的星系。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是大爆炸后仅3亿年的宇宙，比哈勃能看见的画面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段时间，几乎等于把历史书提前翻了几十页。其中最远的记录甚至能追溯到宇宙诞生仅2.8亿年的时候，但这并不是简单的数字游戏。
这样的观测对理论模型和天文学家来说都是一道高难度的逆天挑战，因为这些星系出现的似乎太早了。科学家发现的问题是，在这个极早的时间点出现的大质量星系数量太多，亮度太强，就像一个刚出生的婴儿突然长成了小巨人，这和我们熟悉的理论对不上。原因很简单，过去的理论预测里，恒星和星系在宇宙早期的形成是个缓慢工程，要在几亿年内迅速成长为庞然大物，本来应该非常困难，甚至几乎不可能。那是因为早期宇宙里的气体温度高得惊人，就像一锅沸腾的水，分子之间剧烈运动，不容易聚拢成团。而恒星的诞生需要这些气体先冷却，在它缩成足够致密的核心，才能点燃核聚变。在大爆炸后头几亿年的高温档，要在短短几千万年内做到这点，难度几乎等于瞬间造一座冰雕，还不让它融化。可偏偏在2024年，科学家就真真切切地确认了几个红移至少为14的超遥远星系，它们的出现相当于给理论模型扔了个大大的问号。更关键的是，这些结果不是一家实验室的偶然发现，而是经过多位独立团队反复验证的结论，所以几乎没人能用测量错误来轻易否认它。然而，仅仅过了1年，更震撼的发现又出现了。就好像你刚适应了一个刷新记录的速度，结果下一秒有人告诉你还有比这快1倍的存在。这次出手的是专门研究星系结构与形成的天体物理学家佩雷斯·冈萨雷斯博士和他的团队。他们动用了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迄今最深的观测数据，这些数据主要来自2个超大项目 MIDIS， 也就是 MIRI 深空成像巡天计划，以及 NGDeep，全名为下一代深空河外星系探索性公共调查。这2个项目的目的就是不厌其烦地盯着宇宙中最远最微弱的光点，试图从时间的最深处捞出早期宇宙的秘密。这些调查并不是星际迷航里那种飞船到处跑的探险，而是安安静静地盯着天空中同一块区域，一看就是几百个小时甚至几千个小时，用耐心和精度去换那几缕珍贵的光。凭借这种望远镜死盯工，他们得到了极其精准的结果，足以筛选出9个全新的候选天体，每一个都可能刷新我们对宇宙黎明的认识。更让人放心的是，这些候选天体的信号强度都达到了5 sigma 级别。用天文学的话说，这相当于它们几乎100%是真实存在，而不是数据里的噪音或者测量误差。不过，这些天体在某些特定红外波段的亮度突然出现了明显的下跌，就像音乐曲谱里某一拍骤然安静下来。从观测图上，你甚至可以直观地看到这种效果。有的天体在某一个特定波长下还亮着，但在旁边稍短或稍长的波长里就像凭空消失。这种波段消失数正是极高红移的典型特征。这几乎可以直接翻译成一句话：它们的红移非常高，可能来自宇宙极其早期的年代。在这9个候选天体中，有6个波段出现了明显下降，这种特征对应的红移值大约在17左右，换成时间坐标，就是距今约2亿年前的宇宙场景。也就是说，它们出现的时间比我们之前探测到的最远星系又往前推进了至少8000万年。这在宇宙早期的尺度上，相当于一下子穿越了整整一代星系的生命周期。可真正让科学家倒吸一口凉气的是另外3个候选体，它们的波段下降幅度更为夸张。按照计算，这意味着它们的红移值可能高达25。换算下来，这些光子是在大爆炸后仅1亿年时发出的，这让它们成为迄今为止人类观测到的最年轻也最遥远的天体，就像直接窥见了宇宙襁褓时期的模样。这种发现本身就匪夷所思。过去我们从未在这个时间段看到过如此多的亮源，仿佛宇宙早期的舞台比想象中热闹得多。不过必须提醒一点，这些红移值目前只是基于不同滤光片观测下的亮度变化来推算的，严格来说还算是初步估计，还没到100%确定的地步。要得到真正精确的距离，我们需要对这些天体进行光谱分析，找到它们内部特定元素，
比如氢氦的吸收线，再去测这些谱线的红移，这样才能精准锁定它们到底离我们多远，处于宇宙的哪个年代。所以眼下我们手里拿到的只能算是初步的距离卡片，精度还不足以直接盖章确认。可即便如此，它依然让天文学家兴奋到睡不着，因为它预示着我们可能真的已经把目光伸进了宇宙最初的1亿年之内。更让人激动的是，即便在还没有最终确认距离的情况下，我们已经能根据它们的光和能量特征，推算出这些超高红移候选天体的一些身材数据和生活状况。计算结果显示，这些家伙的质量大约是我们太阳的1000万倍，而根据质量与能量的关系推测，它们诞生的时间大约只有3000万年。在天文学的年表上，这简直就是婴儿期的天体。换句话说，它们一出生就长得很壮，却还没经历过什么岁月洗礼，典型的年轻巨人形象。更有趣的是，它们体内的宇宙尘埃含量出乎意料的低，这和我们在更成熟星系中看到的情况完全不同。结合它们发出的紫外线辐射特征，科学家推测，这可能说明它们内部存在一类非常年轻、金属含量极低的恒星，我们称之为第三族恒星。当然，也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那里住着一些极端强大的能量源，释放出巨量的电离辐射，把周围环境都照得通透。不过，更耐人寻味的是它们的外形。观测发现，有些候选体小巧紧凑，看上去就像一个发光的点，半径只有大约180光年，而另一些却大得多，直径能达到700光年，体型拉长，像是微型星系雏形。这种形态上的差异，可能暗示它们的形成过程并不相同。而且，一旦结合它们在我们望远镜里看起来的亮度，这种形态多样性就显得格外重要。因为亮度可能既受距离影响，也与内部结构有关。搞清楚这点，才能知道它们的真实本质。更关键的是，科学家似乎发现，距离和它们的光度密度之间，有一种耐人寻味的数学关系在暗暗起作用。具体来说，越远的星系，它们内部恒星的平均密度似乎反而越高，就像时间越往前推，宇宙里的物质越被压缩在一个更小的空间里。换个比例来说，当红移值是17的时候，这些星系的平均密度比红移值12的星系小了大约4倍。而如果是红移25，那密度差距就更夸张了，足足小了25倍。这说明它们极其年轻，极其原始，还没有来得及积累大量恒星和物质。总的来说，相比2024年或2023年发现的那些早期明星，这些天体就像还没长开的孩子，个头更小，质量更轻，结构更简单，几乎就是宇宙物质刚开始成型时的样子。可问题来了，这些恒星增长得太快，反而让科学家犯了难。按理说，早期星系的形成过程是由暗物质先搭骨架，再吸引普通物质聚集，点亮恒星的。可现在看到的速度快得像是跳过了铺路阶段，直接盖起了摩天大楼，这和我们熟悉的理论对不上。这几乎意味着这些暗物质运在早期必须比我们想象的更高效，它们要用更快的速度把里面的普通物质，也叫重子物质，压缩成恒星，而且要迅速搭建出密集复杂的星系结构。另一种可能是，这些恒星本身就是高功率灯泡，它们的能量转化效率极高，用同样的质量能比后来的恒星发出更多的光。也就是说，它们的发光率更高，同样一颗恒星的质量能制造出更多的紫外光子，把周围的宇宙照得更亮。这能解释它们为什么在望远镜里那么显眼，却没能回答另一个关键问题：它们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多的能量？光亮是一回事，能量来源又是另一回事。更何况，这种所谓的第三族恒星，我们至今没真正见过，它们的成分、寿命、亮度全都停留在理论想象里。换句话说，我们对它们的真实面貌其实是一无所知的状态。不过，科学界很快就有人给出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解释，而且听起来颇具颠覆性。他们问，万一这些亮点既不是星系，也不是恒星呢？如果我们的假设一开始就错了呢？
天体物理学家马特里和他的团队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这些极远处的强光源，结合它们的数量和密度，很可能并不是星光，而是来自早期宇宙的原始黑洞，那种在大爆炸后极短时间内就直接形成的怪物。在他们的研究中，团队做了详尽的推算和模拟，试着证明，如果按照星系或恒星的形成规律来解释这些光源，几乎会处处和现有的模型冲突，很难说得通。所以他们提出，唯一合理的解释是，这些强烈的紫外光其实来自一批在大爆炸最初几秒钟内就诞生的原始黑洞，它们在早期宇宙中吞噬周围物质，发出耀眼辐射。更具体的说，这些原始黑洞的质量可能是太阳的数万倍，藏在早期宇宙的小型暗物质口袋里，以惊人的速度吞吸周围的气体，就像一台开足马力的宇宙吸尘器。它们其实就是早期宇宙中气体密度最高的坍缩点，那里一旦开始塌缩，就不可阻挡地形成了黑洞。一旦这些黑洞塌缩完成，周围环绕的吸积盘在高速旋转和摩擦中被加热到极致，就会像一个巨大的探照灯，把辐射送到数百亿光年之外，这正是韦伯望远镜捕捉到的光信号。所以如果按这个假设来理解，当红移值大于15时，我们看到的强烈紫外线辐射其实并不是恒星在闪烁，而是那些大爆炸后极早期极年轻的原始黑洞在高效吞噬物质、释放能量的灯塔效应。换句话说，舞台的主角根本不是星光，而是黑洞的怒吼。归根结底，他们的观点很直接，在这个时间段，恒星很可能还没诞生，舞台上的光与热全是这些原始黑洞的作品，这与传统模型恰好一致。有趣的是，这个理论并不是空中楼阁，它似乎还能从现有观测里找到几条能对得上的证据，让它听起来并非完全天马行空。比如说，有些候选天体在图像上是极其紧凑的点状光源，不像星系那样有清晰的结构或延伸的形态，它们小得离谱，小到很难用早期星系或者初代星团来解释。可如果假设它们是黑洞，就立刻说得通。黑洞的身躯虽小，但释放的能量却能远播宇宙。更巧的是，它们发出的整体辐射模式和我们今天在很多星系中心超大质量黑洞附近看到的辐射特征几乎有点撞脸。这种相似性让人不得不多想，而且它们的总质量和数量规模竟然与早前一些关于原始黑洞可能存在的模型预测高度吻合，这让这个假设更添几分可信度。如果这一假设最终被证实，那它对宇宙学的冲击将是地震级的，等于推翻了我们对黑洞出身的很多固有想法。首先，它会彻底否定黑洞种子来自恒星残骸的传统观点，转而告诉我们，黑洞其实不需要恒星先铺路，只要一团质量够大的物质直接坍缩，就能在宇宙早期瞬间诞生。其次，这也意味着这些原始黑洞很可能就是后来那些超大质量黑洞的童年形态。几亿年后，我们在宇宙各个角落看到的庞然大物，可能就是它们一步步长大的结果。换句话说，我们现在捕捉到的可能就是这些超早期的黑洞宝宝，它们正在飞速成长，未来会变成吞噬力惊人的宇宙巨兽。但必须再次提醒，这一切目前还只是推测，它听起来很酷，但还没到可以写进教科书的地步。要想让这个假设坐实，我们还得借助韦伯望远镜的光谱观测，去检测这些天体内部的元素种类，并用它们的吸收线精确测出红移，这样才能100%确定它们的真实身份。比如说，如果最终光谱只检测到氢，而且它确实位于如此遥远的年代，那几乎可以断定它是黑洞。因为恒星哪怕是最早期的，也应该会制造出一些更重的元素，比如碳或氧。原因就在于恒星在核聚变的过程中会合成更重的元素，所以在它们的光谱里理应能找到碳、氧、锂这样的指纹。缺少它们，就说明这光不是恒星发出来的。所以现在我们还没法下定论，它究竟是某种我们还没理解的年轻恒星群，还是能为原始黑洞存在盖章的早期吸积黑洞。答案仍悬在半空中。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一次又一次的刷新我们对大爆炸后头几亿年的认识，把过去想当然的部分一块块推翻，让宇宙黎明的画面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陌生。原因很简单，他已经发现了太多不按常理出牌的发光天体，很多至今都找不到完美的解释。于是我们发现，在大爆炸后1亿到3亿5千万年的时段里，宇宙里冒出了许多奇特的天体，它们亮度惊人，能量强大，哪怕隔着数十亿光年的时空，也能被韦伯望远镜清晰捕捉。到目前为止，我们能确定的唯一事实是，早期宇宙是个充满活力的多样化世界，里面可能既有新生的恒星群，也有年轻的黑洞，但它们的性质和我们在成年的宇宙中看到的那些天体显然不太一样。当然，这一切目前仍停留在假设阶段，还需要更多证据来支撑。老实讲，现在没有任何人能拍着胸脯给出答案，这就是科学探索的常态。问题总是先于答案出现，所以接下来的关键一步就是拿到更精准的光谱数据，这将是解开谜团的钥匙。一旦捕捉到这些天体的特定发射线，比如氢的指纹或者其他元素留下的光谱标记，我们就能更有把握地锁定它们的真实身份。而让人感到疯狂的是，这次的观测几乎把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的性能推到了物理极限，就像赛车飙到了仪表盘的最后一格。按设计，它本来就能追踪到大爆炸后红移约30的光源，也就是在宇宙诞生1亿年之内的景象。而这次我们的确看到了接近这个边界的信号，而这批观测到的天体恰恰就卡在韦伯望远镜的极限位置，几乎触碰到了它的能力上限。科学家们依然保持着谨慎的乐观，毕竟这些发现还处在早期阶段，我们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也许这些光源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近，只是早期的数据让我们误判了它们的距离。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韦伯望远镜一次又一次的刷新我们对大爆炸后头几亿年的认识，把过去想当然的部分一块块推翻，让宇宙黎明的画面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陌生。到目前为止，我们能确定的唯一事实是，早期宇宙是个充满活力的多样化世界，里面可能既有新生的恒星群，也有年轻的黑洞，但它们的性质和我们在成年的宇宙中看到的那些天体显然不太一样。所以接下来的关键一步就是拿到更精准的光谱数据，这将是解开谜团的钥匙。一旦捕捉到这些天体的特定发射线，比如氢的指纹或者其他元素留下的光谱标记，我们就能更有把握地锁定它们的真实身份。无论真相如何，一旦有新的观测结果或进一步的证据，我们一定会第一时间回来，把宇宙深处的最新故事带给大家。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将继续带您穿越时空，追寻那些来自宇宙最初时刻的光。